大家好，欢迎收看行母离。在遥远的非洲，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肤色不像黑人那么纯粹，面容面相总有几分亚洲元素。经 DNA 检测，他们还具有中国血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非洲肯尼亚海岸附近的佩特岛上，茂密的红树林中有一些石屋，当地许多老人都自称是中国船员的后裔，有些人家里还有传家宝古董中国青花瓷器，更有甚者还能用一些中国方言讲一些中国民间故事。原来他们的祖先曾是中国明代传奇航海家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一员。600多年前，一支船队在帕特岛附近遇难，大约有20多名船员登上了帕特岛，后来与当地的土著妇女结婚，并一直生活了下来。佩特人的眼睛和脸型轮廓都与中国人很相似。在佩特岛上有用珊瑚制成的方向朝东的墓地，其特征也表明这应该是中国船员的坟墓。佩特人的明朝祖先还与当地非洲人做商品贸易，在1415年，一只长颈鹿从非洲运到了中国，而佩特岛上至今也保留有大量的中国明代青花瓷器。在肯尼亚沿海城市蒙巴萨有很多与中国有关的相关文物，郑和也曾于15世纪来到过这里。据说600年前，郑和带领船队到达肯尼亚，是从佩特岛附近的拉姆岛首次登陆的。在拉姆岛上也有一座关于中国文化的博物馆，考古学家在岛上也发现了很多瓷器和硬币，而且当地渔民多次从拉姆附近的海域打捞上来完好的古董瓷器和陶罐。后来在拉姆以北的曼达岛上，考古学家还挖掘出了具有中国血统的人类骨骼。由此可见，在肯尼亚佩特岛和拉姆岛上确实生活着一些拥有中国血统的非洲人。如今的拉姆岛被称为蒙面的非洲，岛上有浓郁的中世纪伊斯兰风情，拉姆古城也因此于200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拉姆岛大约20多平方公里，公元9世纪起，阿拉伯人就开始在此定居。作为肯尼亚最古老的城镇，这里的历史就如同它那中世纪石头城里弯弯曲曲的小巷一般神秘迷人。另外，拉姆岛也以驴岛而闻名于世，阿拉伯商人不仅带来了穆斯林文明，也把毛驴带到了岛上。现在这个岛上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毛驴，只有17000名居民的小岛上，居然毛驴就有6000头。拉姆岛是肯尼亚唯一没有犯罪记录的地方，岛上的居民十分友善，另外还有很多街头美食可供选择。虽然中国和肯尼亚沿海人民之间有着古老的贸易和文化联系，甚至还有一批拥有中国血统的非洲人一直生活在这里，但你也千万别在拉姆岛上去寻找什么驴肉火烧或者阿胶之类的东西，至于为什么，你懂的。来次旅行找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